My friend 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阿 K。今天要跟他做访问，其实我应该说，我是带着一个使命来的。一大群的粉丝爱你的程度是爱到我天天睡醒的时候，基本上我的那个信息都是被你的粉丝给挤爆了。你可以敲张哲瀚来做访问吗 ？Hello， 马来西亚麦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所有马来西亚的朋友们，你们好。我是张哲瀚，欢迎你来到我们麦饭元气王。因为张哲瀚，我先跟你说，你的作品呢，只要一上我们麦20大咖音乐榜，基本上因为每一首歌都会待10周嘛，10周里头从新歌推荐，然后下一周我们就一定会看到恭喜成为冠军歌曲，然后第2周。再次恭喜张哲瀚成为冠军歌曲，然后去到第10周了，还是要恭喜张哲瀚成为冠军歌曲，歌很好听，粉丝也非常非常的给力。开了2场演唱会了嘛，然后我思考过这个问题，我可能就是拥有的是这个全世界，不是最多，可能是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粉丝群体，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他们，就是不论是打榜啊，还是支持我的任何方面的一个东西。也是因为他们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动力，然后能够让我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吧，可能在演艺啊，在不管是唱歌方面能够继续走下去，给了我很强大的信念和力量。对，听到张哲瀚很多的歌曲，可能说近这一段期间的，我们听到的都是往可能内心的一些感受出发，或者是你去骑行的时候的一些所见所闻，然后去创作在你的作品当中，甚至说英文的作品的部分也是一样的，believer 就我们要有信念啊这一些的。那接下来你的新的作品是否也是会继续的往你的人的内心去走呢？还是会应你的粉丝们说的张哲瀚可不可以多唱一些情歌呢？所有的如果是歌手要创作的话，所有的东西一定是从自己的心出发。如果要我自己去创作的话，因为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感悟。遇到的人生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波折，一个挑战，其实是什么东西让张哲瀚坚持坚信着？我后来也有回过头去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为什么大家会看到我状态比较好？人啊，就是对得起自己，然后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然后对得起天，对得起地。上天在看，就是我问心无愧，我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或者我没有做错的事情，为什么要去折磨自己呢？最近也看了一个片子，里面一个那个主人公就一直对他弟弟说，他说不要让未来留下过去的眼泪。有这么多粉丝还依旧这么努力的支持我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也是非常相信我的为人和非常相信我的很多的东西，因为我相信，因为他们相信，所以他们才会一直以来一直的支持我，所以我也会更有动力的去回馈给他们。所以没有哪一刻说真的是有质疑过，或者是想要说就这样子算了吧。当时的想法是完全是懵的，在那个时候超出我的认知范围内的一个事情，或超出我能力范围内的事情，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，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。那回过头来看，我觉得这是一种成长和蜕变。人面对未知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心生恐惧，有的时候会懵。因为我本来是一个胆子比较大的人，就是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恐惧感，我的感觉是懵，我的能力没有到解决这个问题，我的认知，我的智慧都不足以去解决这个事情。我觉得经历这个事情给我带来最好的一个事情就是，我更加清楚自己，我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明白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，明白我身处的环境是什么样子。你刚才在台上彩排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在台下有幸的可以去稍微看一下，然后我就说跟同事们说，我说，张哲瀚是一个很有 sense 的人。之前是很专注在做演员，那现在张哲瀚就是创作歌手。现在还会想要回去演戏吗？会啊，对我来说，可能也是就是像过去10多年你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嘛，也是可能我是一个熟练工。对，这个工种对我来说很熟练了，已经。马来西亚有很合适的机会，就是我也可以去。今天宝宝放在这里了，客串怎么可能只有客串而已？张哲瀚想要演的话，马来西亚的那些制作团队们立刻叮收到了这个讯息。好，包括我也是自己做导演去拍了一个片子，就有很多艺术的想法或者艺术的追求，在里面。我不会说
为了赚钱或者是不一样的要求去接一个片子。现在我其实更多的想把自己的想法融入到戏里面。你梦想是开演唱会，那现在演唱会达到了，接下来还有什么？刚刚问我的时候就很奇怪，我突然就跳出个想法，就是我想去月球看一下。你该不会是现在刚好遇到要中秋节了吧？然后不来到吉隆坡看到好多月球的那个装饰摆设，突然间没看到，因为你说梦想嘛，对，肯定是离我很远或者很难实现的一个东西。最近去了西藏嘛，骑行嘛，那你觉得说跟你以前的骑行会有不一样吗？非常不一样，因为其实去年我也去了，因为去年想的主题是10年，就是10年前和10年后，12年去的和22年去的，就像那种时空对话一样。我今年我又去，就去的时候又有犹豫了，就是因为把想法升级了，然后呢，可能这个拍摄的费用各方面也都升级了。临走之前很焦虑，我很少焦虑，我这个人就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人，就很少焦虑。突然焦虑了，我想，哎，完了，花这么多钱去那边，然后也应该会很累很辛苦。那做这个事情的意义是什么？可能我是个金牛座吧，我可能会去想这个性价比和比较务实一点。对，就是啊，那我拍了这个片花这么多钱，我从哪挣回来呢？不知道。后来我就是也是跟朋友聊天，因为有些主题的东西我会跟他们聊，然后我会去问我身边的每个人。后来我那朋友就问了我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如果你不去的话，你会不会后悔？”那我就是很快我会告诉他我会，因为时间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。为什么进入这一行开始拍戏？我觉得也是命运的安排。后来又遭遇了一些什么事情？我觉得有的时候出发不一定有什么意义，出发就是为了寻找到意义，就是寻找到人生的方向。那粉丝有好些问题是要我来帮忙问的，比如说张哲瀚的肌肉还在吗？应该还在吧，肌肉还在吧，因为也一直有运动。因为第一次开的时候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很多的经验去在演唱会方面，然后回去了以后自己有思考有总结。现在我就会，比如说把演唱会的歌单拉下来，然后骑那种动感单车，然后边骑边唱，然后就是过一下整场，然后就是歌词啊和各方面状态都会熟。粉丝们想要问的，张哲瀚最近开心吗？很开心啊。特别是你把那个骑行完成了，然后拍摄的时候，其实最重要是顺利。最近还有在收集冷笑话吗？就看了你这个题目以后，你就真的跑去找了？这去找了一个。那这个是小偷步咯？用不上嘛。说实话，在国内的这个，比如说不管是任何访谈工作啊，还是什么工作，其实都是比较难进展，完全无用武之地啊！我要会说冷笑话，说给谁听啊？没有人想听我说冷笑话。准备好了，来，一个猎人对着一只狐狸开了一枪，然后猎人死了，为什么？狐狸反抗。我怎么觉得你知道问题的答案？我不知道啊。我逻辑思考，应该狐狸会反抗吧，然后就杀了猎人。没有，因为它是反射弧。好，下一个来。还有下一个，就是你都说你做了这么多准备啊！我就准备，他们给了我选了这么多，我选了一个 best 最好的。等一下，好像是他们给你选。我说赶紧给我找一些冷笑话，然后我就选了一个最好笑的，其他的不好笑。对于张哲瀚来说，海哲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？我觉得就是跟所有的粉丝群体可能不太一样，就是他们又会像你粉丝就是会尖叫，然后呢，有的时候他们又会像伙伴。经常我都会有看粉丝的一些留言或者说的话，有不一样的信息的反馈，就包括我会经常读他们的信，他们会给你灵感和想法，从他们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自己。你在他们眼中是什么样的？然后又有时候觉得他们像战友，这个路确实不容易，就是披荆斩棘，然后感觉他们是你背后的这个力量，然后大家一起去冲锋陷阵。说实话，我有时候想想可能吗？好像不可能。但就有他们的存在。如果要我一个人去做，我觉得那是不可能完成的。但是如果身后有他们，我会觉得不管可不可能，我们都要去试一试。趁我现在还年轻，对，就是他们会有很多面。年纪比我大的一点也会像妈妈一样操心。现在能够留下来，继续支持我的，我觉得都是真的，很特别的存在吧。对，好，那
现在的你会不会有说可能年龄的焦虑？其实如果做艺人来讲，不算特别年轻，特别是作为一个歌手来讲哈，作为一个演员来讲，当然了，我以前就说过，就是演到70、80岁，都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角色嘛。但是作为一个歌手，但是我后来去看了五月天的演唱会，他们就说他们要唱到80岁，他们可以唱到80岁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，给自己一些信念和能量吧。做好的音乐，也不怕晚。反正现在就是更加的自在一点，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忙，就是轻松一些。你这一次就是来马来西亚开唱，你10月7号的时候，同样的也是会来到马来西亚，到时候是来我们的电台的 My Big Show AI 23。Hello， 马来西亚的粉丝朋友们，让我们在 My Big Show AI 23见。